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婷。今天来聊一聊中国人来越南找老婆或者女朋友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就是从一开始就把它搞成了一种交易。当然也不能排除有些女人就是想和你交易的，但是有很多情况下却是男方的问题。本来可以以谈感情开始，但是却把它搞成了一种交易。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而导致这样一种现象的呢？在分析这个原因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40多岁的中国单身汉老杜和20多岁的越南女孩阿梅。下面通过几个问答的方式来介绍一下老杜和阿梅的故事。第一个问题，他们是如何认识的？2020年上半年的一天，老杜和他的同事来到位于胡志明第一郡的一家中国餐厅吃饭，而阿梅当时在那家中国餐厅做服务生。其实阿梅的外表并不出众，但是她的可爱吸引了老杜，所以老杜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从此开始，每天给阿梅发短信嘘寒问暖，而且每周还到那家中餐厅去吃上1-2次饭。一个是为了见阿梅一面，一个是为了在阿梅面前炫富，因为那家中餐厅的消费并不低，随便吃一顿饭也得200-300人民币。而老杜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以他的薪水是不足以支撑经常来这里消费的。但是为了让阿梅看得起，所以他还是坚持每周来这里吃饭。但是阿梅的态度对老杜一直是不冷不热，但是也不直接拒绝他。至于有什么样的目的，后面才会知道。第二个问题，他们交往了多久，关系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了？其实他们的关系根本就谈不上男女之间的交往，顶多只能算是个普通朋友。虽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暧昧，但那也只是老杜的一厢情愿。在他们通过短信聊天1个多月以后，老杜开始尝试的约阿梅到外面的地方见面，但是阿梅一直以工作太忙、休息的时间太少为借口而拒绝老杜。但是老杜并没有放弃，还是每天坚持给阿梅发短信，每周坚持去他工作的餐厅吃饭。又坚持了1个月以后，阿梅终于同意出来和老杜见面了，但是并不是和他单独见面，而是带了一个朋友，所以老杜把我也叫上。这次见面也是在胡志明的第一郡，是一家日本餐厅。这个地方的消费也不低，几个人随便吃了一顿就花了300多万越盾。在这次吃饭期间，我也发现了阿梅对老杜根本就没有那种意思，所以后来我也劝说了老杜几次，但是他还是依然的去坚持。除了每天发短信，每周去那家中餐厅吃饭以外，他还时不时的给阿梅买一些小礼物，后来居然还直接想拿钱给阿梅。那么第三个问题，老杜第一次给阿梅钱是什么时候，是以什么样的理由？那是2020年的6月份，在老杜回国之前，阿梅病了一场，所以他迫不及待的跑到医院去看望，而且还主动的付了医药费。尽管钱不多，只有300多万越盾，但是这给以后的多次给钱埋下了一个伏笔。那么第4个问题，老杜一共给了阿梅多少钱？其实具体给了多少钱我也不清楚，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大概有1-2万。因为从2020年6月份开始，老杜一直在国内，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也一直没法过来。在这期间，他让我帮忙给阿梅汇过2次钱，但是据我所知，他也让其他的朋友给阿梅汇过钱。那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给阿梅汇钱呢？有的时候是阿梅生病，有的时候是阿梅的母亲生病，也有的时候是因为阿梅想去买一些东西，比如说新衣服、新手机之类的。第5个问题，两个人的现状如何？老杜现在还是在国内，而阿梅在越南，具体做什么工作我就不清楚了，但是两人还一直保持着联系。不过老杜还有没有继续给阿梅打钱我就不知道了。从这个故事就可以看出老杜从一开始就把两个人的关系搞成了一种交易，和金钱扯上了关系。阿梅倒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从头到尾老杜就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那我们来分析一下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主要有2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在比自己小20岁的女孩面前，老杜对自己的外在条件不够自信，所以一直想在阿梅的面前表现出自己有钱，以此来找到一些自信。第2个原因就是来自心理上面的一种歧视，因为在他看来，相比中国，越南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所以他在阿梅的面前就有一种优越感。他认为中国人是比越南人有钱的，所以从一开始就要把这种优势给体现出来。一旦金钱在男女关系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的时候，那么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一种交易。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分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